Hello， 各位，我是演算法大师，给各位道个新年快乐。由于 Gus 再次出了新作，大师就再来推广一下 Gus 的新作及其原作游戏啦。FNAF 安全漏洞，历代以来可爱居多、恐怖最少的一代。给不熟悉的观众简单介绍登场角色，从吓死人的熊化身为暖男的 Freddy， 玩家操作的正太 Gregory， 疑似 Manny 的保安姐姐 Vanessa， 不怕闪光灯的 Monty， 超爱吃披萨的 Chica， 被同人塑造的很骚的 Rosie。拉到下方有原影片网址，或者接着观赏我整理的懒人包。时间来到2023年，以 Freddy 为首的4人偶像团体现场开唱。不料 Freddy 在演唱中途突然昏倒，原来是一名叫 Gregory 的男孩躲在其体内所致。起因是身为保安的 Vanessa 想逮住 Gregory， 于是 Freddy 决定亲自带男孩离开商场，但商场要明早6点才开门。当 Gregory 无助时，暖男 Freddy 就是男孩的精神支柱。当与 Vanessa 重叠的 Manny 来抓 Gregory 时， Freddy 也会救下男孩，一人一熊奔驰着和强迫推销员擦身。奇怪的是，监控中只看得见 Freddy， 更怪的是 Freddy 的团员都想抓捕 Gregory。 为了升级 Freddy， 爱吃的 Chica 被碾压崩裂，暴力的 Monty 被摔断半身，很骚的 Rosie 被冲撞致盲。就在 Freddy 他们渐入佳境时，苏醒的 Ben Trap 亲自阻挠 Freddy 他们，其真身为紫衣人威廉，因丧子而开始杀害孩童的恶魔， FNAF 宇宙中的罪恶根源。威廉企图控制 Freddy， 这次轮到 Gregory 保护 Freddy 了，启动火炉烧得 Ben Trap 无法得逞，连锁效应引爆商场。Freddy 不忘拉着男孩跑，就在快逃出升天前，Gregory 却松开了手。Freddy 错愕地望着熊熊烈火中的男孩，猛然想起 Gregory 早已惨遭 Manny 毒手，没电的自己坐卧在旁，无力回天。此时傀儡现身，并将男孩的灵魂放进 Freddy 体内。回过神来， Freddy 看着 Gregory 与其他孩子的亡魂安息。孤身一人的 Freddy 望着晨阳，身旁飘来的报纸上，失踪儿童里标示着 Gregory。 一开始和 Gregory 重叠的哭泣男孩，是反派威廉最小的儿子，也是 FNAF 4代的主角。与 Freddy 重叠的则是威廉的大儿子 Michael，以 Foxy 面具为佐证。关于游戏中 Freddy 是正派的主因，众说纷纭。最常听到的是 Gregory 躲在 Freddy 体内所引发的故障，促使 Freddy 免于反派 Manny 的控制。而 Gus 则是引用了 Freddy-Michael 论，寄宿着哥哥灵魂的 Freddy 看到与弟弟相似的 Gregory，岂能坐视不管？与历代有了前后呼应，多了份感触。至于 Gregory 从最开始就已经死亡，借由 FNAF 2代登场的傀儡，以转移灵魂的超能力，让遭逢死劫的亡魂有了栖身容器。Michael 和 Gregory 的灵魂同时存在 Freddy 体内，此一灵感可能来自游戏中的一个知名 bug， 当没有乘坐 Freddy 的 Gregory 进入充电舱时，会自动切换成 Freddy 的视角，并维持在乘坐状态。看似是 Freddy 想帮 Gregory 逃离商场，其实是 Gregory 引导着 Freddy 逃离商场。不少电影都有人格分裂的反转戏码，一直帮助主角突破的伙伴却是人格分裂所生。老梗，但有用。
不得不说，在催泪的叙事手法上 ，Gus， 你又赢了。那为何 Manny 要追杀 Gregory 呢？在安全漏洞的前传 FNAF 征求协助里 ，Vanessa 被数字病毒 Glitch Trap 洗脑所致。从屋顶结局来看，会以为 Vanessa 有双胞胎。当保安的一位包庇着被洗脑的另一位，但从完美结局来看，只要打通3台叫做 Princess Quest 的游戏机，就能帮 Manny 摆脱数字病毒的洗脑。可是却只有一位 Vanessa 迎接 Gregory， 难道另一位 Vanessa 是机器人？各位有何看法呢？欢迎在留言区讨论。FNAF 的同人市场上，除了高人气的暖男 Freddy 外，就属 Rusty 的人气最为突出。全名 Rust and Wolf， 同人眼中的 Rusty 可以是可靠的大姐姐 Rusty， 卖萌的 Rusty， 色气的 Rusty， 归功于游戏中 Rusty 的台词 Everyone loves you. Everyone wants to be you. You are the best. 官方同人齐心将 Rusty 塑造得很成功。对于游戏中 Rusty 的布偶，大师只想问 Rusty 的布偶哪里可以买？大师买爆！况且 Rusty 的性格塑造也很有趣，在渴求认同上显得有些笨拙，仍表现得自信又强气，会自夸还会呛人，却藏不住自卑又训炮的一面，从自我勉励到暗自哭泣。话说，在 Rusty 痛哭时 ，Freddy 你闯人家休息室，安内刚后，自信带自卑的人设其实很受欢迎，因为观众都偏好符合人性的角色，太圣人、太神性的角色，人气反倒不高。另外，受控不是真的想对动物做什么。只是看好的角色正好是动物罢了。当然，凡事都有例外。Freaks up there who drool all over you. 讲到 Rusty 有时会没自信，就不得不提 FNAF 的原作 Scott Cawthon。起初为儿童游戏设计的可爱角色，却遭到鉴定家批评为如机械人偶般诡异。尽管 Scott 很受伤，但 Scott 仍不愿放弃，并决定反其道而行，真的设计出了可怕的机械人偶，不着重在细思极恐或铺陈手法来吓人，而是很直截了当的活用突发惊吓，像是要索吻般，猝不及防的贴近荧幕，吓死了不少玩家，将恐怖谷效应发挥得淋漓尽致。Scott 终于在 FNAF 上大获成功，尤其是安全漏洞。这里简单概括恐怖谷效应：人类对同类会有亲切感、归属感，对非人生物则是喜爱或厌恶的两极。但面对是人非人的事物，则会心生恐惧，产生“你究竟有何企图”的想法。不过，并未深入理解便以貌取人的观念，我完全反对。有太多的人事物在经过相处与理解后，都会有所改观。Freddy 正是最好的例子，还有 Rusty。FNAF 的世界观有个大胆的尝试，那就是将科学和混学两个完全相对的元素相结合。第一次接触 FNAF 时，大师还以为是在讲机器人失控豺狼，没想到却是在说无法超生的冤魂怨灵。FNAF 有个被称为遗骸元素的专有名词，你没看错，就是写这个元，是指机械人偶被尸体腐败浸染的话，该尸体的精神灵魂就会附身其中。从 FNAF 3代可以知晓，穿着弹簧邦尼装的威廉惨死之后，其邪念也附着在弹簧邦尼上。
并且带着它的座右铭 I always come back. 不断的回归来找玩家麻烦。那么 FNAF 中转移灵魂的概念是否和 Puppy Playtime 有异曲同工之妙呢？无论是 FNAF 还是 Puppy Playtime， 都是在反映儿童的安全问题，尤其是无依无靠的孤儿更甚。各位千万别小看游戏传达的议题，即便我们这一世家人都健在，也难保下一世不会成为孤儿。姑且不论 Gregory 可能是孤儿一说，我们都曾是新生儿，诞生在这个世界。当个懵懂无知的小孩，听着大人的话，只能耳濡目染，地来顺受着世界的好与坏，逐渐长大。我们可能会遭遇到不少的阻碍，或是遇到如 Freddy 般平易近人的好友，或者沦为经历悲剧后开始疯狂害人的威廉，还是像原作 Scott 那样成功开创不同的未来呢？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游戏中真结局的 Gregory 是幸运的，他遇到了 Freddy 这样的挚友，人生有了不同光谱的可能性。目前安全漏洞的 bug 多到劝退了不少玩家，期待之后有修正 bug 的补丁，甚至是追加内容的完整版，那更好。出个能跟 Rosie 谈恋爱的 DLC 也不赖。好啦，大师在这边再次给各位拜个年。如果觉得影片还行的话，请订阅我的频道，尽早让我有被动收入吧。我是演算法大师，我们下回见。